2024年暑期，我们自驾到山西长治和晋中，进行了一次晋东南访古之旅。从北京出发，我们首先前往一直心心念念的卓漳河谷。卓漳河古称潞水，长治历史上也叫做潞州。卓漳河发源自长子县发鸠山，在河北涉县合漳村与清漳河交汇，成为漳河。卓漳河在流经平顺县时，由于河流的切割作用，形成了深深的河谷，故称为卓漳河谷。在这50公里的河谷中，分布着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5代、宋代和金代木构各3座，是国内现存早期木构最集中的地区。这次我们计划参观其中的4处，另外4处计划以后再去，总得留点念想不是？我们在傍晚到达卓漳河谷，入住了大云院山下的一家度假村，这里离缘起寺和天台庵也都不远。第2天吃完早饭，从酒店出发，开车10分钟就到了新安村的缘起寺。缘起寺是2001年的全国第5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村东北的凤凰山，坐落于石砌的高台之上。爬上阶梯，来到门前，很幸运，门是开着的，不用再联系文管员了。这里说明一下，晋东南的诸多寺庙在村庄里，属于文物局管理，不属于旅游景区，平日并不开放。但大门口都留有联系电话，参观可以拨打电话，文管员大多会过来开门。整个缘起寺规模不大，坐北朝南，南北长22米，东西宽33米，中部为县庭和大雄宝殿，东侧有配殿，西侧有宝塔。县庭庭边有块北朝风格的造像碑，南侧还有一座唐代的8角青石经床，上面刻有陀罗尼经及建寺铭记。据经床记载，缘起寺始建于唐天宝6年。如该寺阙为唐代始建，则寺内北朝造像碑应由别处搬运而来。关于建寺原因，还有个传说：唐玄宗即位后，听说漳河畔有座凤凰山，山势奇特，如凤凰展翅，日后必出贵人。为防止再有女主篡位，唐玄宗下旨在此立庙，镇压凤脉。县庭为明建筑，配殿建于清代，都是比较明确的。而大雄宝殿的年代则有争议。2009年，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对缘起寺大雄宝殿进行勘察测绘，发现这座大殿的营造尺度、建筑比例、各构件尺寸等方面与天台庵弥陀殿存在许多相同和相近之处，因此初步认为缘起寺大雄宝殿是一座5代时期的建筑遗存，但现在的主流观点还是认定为宋代建筑。大殿平面为3开间的正方形，单檐歇山顶，琉璃集饰，梁架为通檐4传符，斗拱4铺座。殿内壁画无存，供养的造像均为近代朴素。殿西矗立着大圣宝塔，俗称青龙宝塔，建于北宋元佑2年，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为7层密檐式砖塔，平面8角形，塔高17米。塔最下3层为空心，设有卷门和砖雕直棂窗，门洞顶部封闭，不可攀登。3层之上逐层收分，屋檐斗拱均为仿木砖雕，紧密有序，转角铺座还雕有异形拱，每层条角上悬挂风铃。塔顶安装8个铁人，塔刹为仰莲宝瓶，整体给人巍峨凌云、古朴秀丽的感觉。我们参观完后，已经没有了其他游客，文管员锁上大门，同我们一道下山。在村内的广场上，还有一座建筑——新安玉皇庙，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大门锁着，我们没进去。查了下资料，新安玉皇庙为一进院落，现存建筑为明清至民国时期，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县庭和正殿，两侧分布着庄楼、厢房、廊房、耳殿等。离开缘起寺，我们跨过卓漳河，前往曾被称为4大堂构之一的天台庵。天台庵是中国佛教创立最早的宗派天台宗的庵院。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
天台宗是在中国形成最早也是最完备的第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佛教宗派。因创建者智专久居浙江天台山，故以天台为宗名，随之各地纷纷建起了天台宗的寺庙庵院。沿着涿漳河两岸行驶约15分钟，到达一个叫王曲村的村庄。与缘起寺不同，天台庵已经开始按景区管理了，设置了售票处，票价10元。去山西参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山西人有睡午觉的习惯，有些不大的景区中午是关闭的。天台庵就是这样，中午有2个小时左右不开放。天台庵位于王曲村的潭形湖山上，需要上台阶进入。庵内现仅存正殿及堂碑一通，堂碑矗立在院子的东部，高约2.5米。螭龙元首、碑首和2个侧面雕刻着佛像，在碑首上还有一个人面雕刻。碑阳横竖方格依稀可见，字迹已经风化，无法再看清上面的文字。碑照例是被龟驮着，与佛像不同，它头半昂着，扭向一边，凭空增添了几丝生动。正殿前檐下东、西墙角边原本各有一尊小巧的石狮，前几年刚刚被盗。正殿名为弥陀殿，建于高0.68米的石砌台基上，单檐歇山顶，琉璃极饰。正脊极短，而腔脊极长，屋顶平缓，檐角高高翘起，如鸟丝阁，如灰丝飞。面阔3间，平面看去近似一正方形。明间为小板门，门簪4枚。次间安置直棂窗，明间开间较大，次间仅有明间的一半。这样的建筑结构在我国现存早期建筑的平面中极少见。殿身四周为圆木柱，柱间施蓝额，五谱拍方，柱础为覆盆式，柱头卷沙较缓，柱上安有斗拱承托屋檐。一角之下的4根擎檐柱为后世添加。正殿大门门槛、门框、门头都是木质，没有任何装饰，古朴庄重。门上方挂着一块文物古迹保护标志的简易牌匾，是文革期间平顺县革委会书写的，字体使用的竟是正体字。查阅资料，1973年，古建专家柴泽俊等在平顺县考察壁画时，发现并确认天台庵为唐代建筑，随即平顺县革命委员会制作简易保护标志予以保护。在那个荒唐年代，能做出这个决定，确实算是一种义举，值得让后人知晓与纪念。进入正殿，殿内梁架相当简洁，4传符通达前后檐柱，外檐斗拱3铺座。殿内本来没有柱子，使殿内空间显得更大，与五台山南禅寺大殿的建筑结构相近，体现唐代建筑的特点。后代修缮时增添几根小木柱，以承托大梁。大梁上有不少残留的彩画，还有立粉贴金的痕迹。正殿内原来也有泥塑，文革时全部被毁。据当地老年人讲，天台庵正殿中塑像为12美女。据专家考证，12美女应是佛殿中12圆觉塑像，百姓口口相传实讹为12美女。天台庵大殿曾一度被认为是晚唐遗构，直至2014年落架维修时，文保部门发现了集团与替木间的长兴4年与船子上的天成4年字样。这样看来，弥陀殿极有可能为5代后唐建筑，于是惨遭降级。但即便如此，大殿建造时距唐朝灭亡也不过20余年，保留至今弥足珍贵。1988年，天台庵被列为第3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将前往被称为九龙戏珠的大云院和集6朝古建于一身的龙门寺，欢迎大家观看。